这一定是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每次放学在小卖部里花5毛钱买上一包，跟同学研究着其实根本不懂的游戏规则和搬懂不懂的卡牌效果，在课间说着光之创造神能直接获得游戏胜利，其实根本不知道神需要3个祭品。可能现在你家里的抽屉里还有一大堆这样的卡片，而当你仔细找找，你就会发现一些只存在在野史中的卡牌。奥里哈刚的确动画中也出现过奥里哈刚，但这些卡它们的效果每一个都密密麻麻，要么一眼看上去等于直接获得胜利。首先就是最经典的奥里哈刚天神荡，效果是这样的：此卡发动成功后，破坏对方卡组、手牌、场上、墓地中所有卡牌并除外。此卡的发动和效果不会被破坏和无效化，此卡不受任何卡效果影响。我想如果是一个其他卡牌游戏的玩家，或者是没怎么接触过游戏王的小伙伴，又或者说对游戏王的了解还停留在动画时期，那看见这个效果的时候已经开始口吐芬芳了。是的，这个卡就是在跟你说你不准玩游戏王。然而奥里哈刚假卡系列每个效果都是这种大差不差的效果，比如说这个奥里哈刚之神用什么什么仪式或奥里哈刚之圣都亚特兰蒂斯的效果特殊召唤，每破坏一只怪兽给予对方伤害等于破坏怪兽原本攻击力2倍再加2000点，支付500生命值可以破坏对方场上全部怪兽。此卡不受魔法陷阱效果的影响，这么说是不是看上去很变态？光是这个烧血效果在那个大伙认知还停留在和动画中一样只有4000血的年代，就是一招秒杀，攻击力无限大，那一定没有办法战斗破坏。当然正常怪兽打过去和投降也没什么差别了。别急，这个系列还有活，奥里哈刚巨神兵。是的，自己 DIY 不算，游戏王本家的也得霍霍，需要3只怪兽做解放或支付1半生命值才能召唤。此卡召唤以及任何时候都不受到怪兽效果、魔法陷阱影响。当此卡在场上时，把我方或对方场上2只怪兽当做解放，发动以下效果：此卡不会被破坏，对方场上所有卡片全部破坏，对方生命值受到5000点伤害，本回合攻击力无限大，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很离谱吧？比起前面2张来说好像也还好，至少只是在动画卡片基础上稍微改了改。5000生命值的伤害在当时的认知中其实就是一招秒杀，当然哪怕是8000生命值的版本，伤害也高的离谱了。后续还有一下无限大的直接攻击呢，可以说是各方面拿下比赛了。然而当老牌假卡遇上现代游戏王的时候，这些假卡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奥里哈刚天神荡在现代游戏王面前你也得吃圣枪。古遗物朗基努斯拥有3个效果，此卡可以视为魔法卡，从手牌放置在魔法陷阱卡区域，看上去是一个没什么用的效果。被放置在魔法陷阱区域的此卡在对手回合中被破坏并送去墓地的情况下发动，此卡特殊召唤和2效果有点联动，所以能硬刚天神荡的效果那必然是3效果了。在对手回合中解放手牌，场上的此卡可以发动，此回合双方不能将卡除外。是的，连锁就是 C1 奥里哈刚天神荡， C2 圣枪。游戏王中的效果统一后发先至，所以先处理圣枪的效果，而圣枪本身的效果并不是无效天神荡的效果，而是在规则上双方玩家不能将卡片除外呀大塞。而另外2个怪兽只能说，如果你身上没有解放抗性，那只能成为海龟饲料。海龟坏兽加美西耶勒拥有4条效果，我们只需要看1条效果就可以了。这张卡可以把对方场上1只怪兽解放，从手卡往对方场上攻击表示特殊召唤。是的，解放。玩家在进行上级召唤的时候，使用祭品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解放，这又是一次在规则上的碾压。你以为这就完了？对于结场这种将对方场上的怪兽作为素材召唤的卡可不止这些，怪兽系列几乎都拥有这个效果。电子龙就会在机械族怪兽吃掉对面的大怪同时，混沌台闭锁世界的冥神 Link 5这张卡链接召唤的时候，对方场上的怪兽最多也只能有1只作为链接素材。巨力伽罗天童这张卡不能通常召唤，只有将这个回合在对手的怪兽区域发动过效果的自己或对方场上的表侧表示怪兽全部解放才能特殊召唤。在当年的假卡中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的游戏王需要一个解放抗性才能永远站在场上。我在网上搜假卡的时候样本数量还是有局限性的，大家手里还有哪些假卡呢？在评论区发一发，看看现代游戏王有没有突破的方法。我是凯基，今天我们当一回牌了。